一开始在通灵的时候，整个频率是算很开的，所以我初期是非常受困扰的，因为我有很多求助的灵体，我可以听到一些不属于我的声音，就像生病，就是我已经好久是困在家里，我没有办法出门。那有些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想自杀的感觉，什么都有。有时候我会听到厨房有一把刀，就是真的你就觉得濒临在临界点。那是清水祖师爷，他帮我很大的忙。当然，我心里非常恐惧，因为即使最主要的他们带领我，告诉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但是你没有教科书可以告诉你到底怎么了。我只知道我非常不舒服，我身体是疼痛的。有一天静坐的时候，就是我清晰的看到清水祖师爷这几个字。我来了，我是骑摩托车来的，非常不舒服。站住在我身上的那些灵体，他们其实是让我骑摩托车的时候，我感觉是晃动，其实我全身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非常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可是我内在其实一直都会有一个声音，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帮助到我自己。我跪在那边蛮久的，我只知道有好多靛蓝色的光，那个靛蓝色是疗愈从它里面主坛里面出来的，真的很神奇。就是身上这些灵体就这样就一个一个退开了。接下来祖师爷给我一个貌似令牌的东西放在我这里，还有我的肚子，这样的连接被保护持续了3年。我觉得在我疗愈的阶段里，他告诉我怎么去告诉我这些深受灵体困扰的朋友，你怎么去帮助自己。那当然，他们有很强大的力量，是可以跟他们沟通，而且是非常强大，就是镇住的，它是保护你的，它是扎根的，就是我在，你不能轻易侵犯任何属于这样身体的人。要把它弄整齐，是清水祖师爷最主要这个神殿的主神。现在你们看到在祖师庙，他们现在正把一个完工的东西，要将他们的鹰架卸下。祖师爷历经了很多摧毁重建，摧毁重建。接下来有9年的时间，台湾会有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不是越来越走向回头非常灿烂的亚洲4小龙，另外一条路就是局促在政治的纷扰与人言是非的纷扰当中。刚才跟你们老白聊了一下，以他们的语言叫做从今年开始就会清理喉轮，也就是让个人有所表达。每一个社会改革的时机里，个人的表达，你也知道，不是走向更好的团结，真正的才华就是走向另外一个时局的纷扰。台湾不会经历像香港一样的大震荡，但是内在会经历跟香港一样的大震荡。外局不会有大破坏力的东西，但是如果里面它是承受破坏的，那么祖师爷想要告诉你的是，请你们可以在透过这些镜头，可以告诉人，只有一个，自己人要团结。两岸之间虽然有兄弟之情，但是兄弟总有各自
他们有不同的愿景、不同的发展，对生命有不同的概念。这在整个神的境界里，至少在我清水祖师爷的领域里，父母在了。妹妹，怎么了？现在是老白。你们可以在这个现场，是否可以用心去感觉到台湾的现况？台湾一直在重建、重新、重建、重新重建。我现在让你们感受到的，包含孩子没有办法很平静地跟自己相处，包含孩子必须抓住某些东西来满足自己想要的，包含孩子需要用非常急促的声音去要求公平，去要求大家被看到，去要求自己有被公平的对待。这就是台湾现今需要去改变的能量场。在这个时候，让你们看到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很平顺的去录影，我们一直要找角落可以安静的角落，让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在每一个重建的过程里面，它是会互相打扰的，它是会互相震荡的。但你们看到，在这个格局里面，或在清水祖师爷他在讨论这些东西的能量场里面，你们是否有感觉到，如果我们可以在生命的每一个人里面，去先回到自己，在自己内心的平安里，力量分享，并且扩及出去。我是文昌帝君，社会要进步，主要就是大家的团结。团结，有话好好说，团结。不分彼此的团结，两个国家频率气场不一样。当然，我相信礼敬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生命法则。但我们台湾人要知道，如果在2020年之后，大家可以突破党跟党之间的心防，那我们将来台湾势必会有一条路再度回到我们在亚洲那鼎立的位置。我想要问你的是，当你在这里，你期待有什么吗？那如果是你在此时此刻，你可以感受到，用你的心感受到祖师爷在这个地方扮演的角色吗？真正可以帮助疗愈人心的，不是跟着人心的欲望走。我简单举例，清水祖师爷素来有帮助别人解忧治病的能力，但当你进到祖师爷的庙里面，这个能力来自于哪？它只是恰巧被坐落在这个地方，它稳稳的扎根在这里，它所有的根脉一直往下扎根，所以它一直在被重建，它的树根从来没有断过。而树根没有断过，它需要的是什么？台湾是一个声音很多的地方，是它很自由，每个人都想要表达。在这个地方，你如何让自己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它是不可能的，它必须在吵杂当中，它必须在世俗物质界里面
去寻找那份平安。所以它比修行来的艰困很多，它需要的是大家心跟心的团结，去将这份力量扎根。所以待会经济祖师爷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去，那在那边很安静的把这份能量场传递给你们，但是在周围的部分，我们却看到了一份很重要的，跟我们现在台湾有关，跟我们现在在做身心灵有关。它来自于这里，所以当这些孩子也没有办法安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其实真正的，如果整个台湾对下一代的教育有更不同的扎根，比如你刚才说的连结静心，这些孩子他不会需要手机，他不会需要很多外来的刺激，所以我会建议的是，如果有缘分了看到这些资讯跟讯息的朋友来到了清水祖师爷这个地方，他可以带着一份安静的心来到这里，无所求的，就是一份安静的心，你自然而然就会受这个能量去保护你、治愈你。他是玩手机，所以家长也是玩手机，因为所有的工作媒介都是手机。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这些孩子知道在跟外界连接的时候，他也找到了一份跟内在连接的，做所有的平衡就是会被支持的在发展着。老白，其实我不管他是什么西方新时代，我不知道怎么界定老白，可是他们永远都会让我有些本事不会忘，所以这个真的是唯一台湾的庙，我是几年就会回来一次。当然，我也必须说，有时候贪玩，所以都是老白在静心的时候告诉我，你要去三峡祖师爷拜拜。然后今天来真的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太阳神君。我很高兴见到你们。这座庙始终有神强大的护持着，即使我们的脉络根源都永远跟中国那一块土地连接的，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所有的生命在互相的尊重与支持，才是对整体最好的帮助。我们看到下一代的小朋友，就如同看到20年后的他们，如何非常健康的、非常友善的去对话。这是宇宙整体会走的方向。我们20年后这些小朋友，他们有独当一面的可能性。可是这20年，台湾的这些小朋友，他要如何非常良好、非常正向的、非常有智慧的去引领他？我想要告诉你们3个部分，千万不要把知识或把成绩，这个文昌同事在讲，或把成绩，或把这个人的有用没用，当成一个最重要的点来教育。错误，那是过去式。即使这座庙，我们所有的神还保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色彩，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教育这下一代，只有一个，要让他们看到，台湾在整个亚洲里，它是磁场最高的，它是智慧在整个亚洲里面，真的是蓄势待发的国家。如果他们知道真正学习可以跟还在一直争吵的国家可以同等的，在同等的状态里不产生对立，和平共处，互相交流，他们就必须学习
对所有万事万物在台湾正在发生的所有对与错，他们必须更有思考性、跳跃性的去看到局面。我们缺少宏观的教育。你们来拜是要得到分数、金榜，但是你们看不到生命真正的，就是来到我这，请你们请求文昌，文昌神明可以助佑你们，可以更大的局面去看这个整个台湾的生命过程。我们必须让他们学习更赤裸的去认识为什么这个政局会有斗争，为什么这个政局在纷乱。我们必须打开了告诉他很多面，但是保有中立，这样这个生命里面他才会来到我这里，不是为了名跟榜，来到我这里是为了知道台湾需要更多这些新时代新出来的这些宇宙的孩子们，为台湾建立一个更良性的、更灵性的、更全面性的，将台湾在经济的再度创造里，更敬爱地球的、永续的一代接一代。台湾非常重要，尤其在整个地球的能量场里，台湾是亚洲首屈几个富有灵性传承的国家。我支持这孩子可以在短暂的世俗游戏里，不要被困在金榜题名的框架里，让他们出走出游，在大自然里去认识地球。所有以后生命的精英，在20年后，所有的精英都已经是为地球传承的精英，不是分数，不是物质，不是名利的精英。他们会在地球、台湾跟地球之间去找到一个灵性的传承。